刚开始我男朋友认识的时候，是因为我们在一个单位里边都同时实习。一开始见到她的时候啊，觉得她长得特漂亮，然后身材也很好，然后觉得这女孩性格也很不错，然后我们两个人就开始交往了。我们相处了一段时间，有半年左右吧。我发现我男朋友有一个很明显的一个行为，他老爱翻我的手机。我对他的这个交际圈比较持怀疑态度吧，他的接触的人很多，然后经常在夜里啊有这个短信呢、电话过来。我觉得这可能是因为他自己做了很多让人怀疑的事情，他才会认为我也会这样做。真的受不了了，我觉得他没有以前那样完美了，所以不管怎么样，我是不愿意跟他在一起了。真的心疼我。你对我的猜忌让我的身心疲惫，这个猜忌到底猜忌到了一种什么程度呢？来，一起请出这对情侣，来，掌声有请。男主人公小强25岁，来自河北，职业是导演；女主人公小娜21岁，来自河南，是一位酒店管理。来，有请两位。资料上介绍是导演，什么的导演？纪录片导演。哦，做纪录片的啊。对对对。小片里说他经常看你的电话。是。我觉得这样他特别不尊重我，他老怀疑我，甚至有时间就是半夜吧，我睡觉了，他拿着手机自己看，然后自己翻。很介意这个，对吧？对对对，他这个行为让我很讨厌，然后我很不喜欢。老翻人电话干嘛呀？如果你的东西，你的手机不怕别人翻，那我为什么要翻？就像去挖宝藏一样，他每次都能发到新鲜感，他每次都有东西出现。您每次都发掘到了一些什么样的宝藏呢？大学毕业的时候，我和我2个室友住在一起，还有他。有一天我没有回家，然后我回来之后，我看到短信特别长。你读很久都读不完啊！让我恼火的就在于2个人聊这样的信息。他说：“哎，你长得身材很……”不是，他在扭曲事实，你知道吗？我们2个人住在一起的时候，他从来没有说晚上不接我电话或者不回家。然后那天我打了很多电话，他都没有接，然后一直没回来。然后我就认识了几个特别好的朋友，就问他们，我说有没有跟我男朋友在一起？这个男生就说没有或者怎样的。然后我就说我男朋友是不是在外边喜欢别人了？从来没有这种事情。然后那个男生就出去安慰我说你条件挺好的，你男朋友挺喜欢你的，你别多想。那个是安慰吗？单纯就是这个样子。你没回家，他跟你的室友发短信找你。这没什么嘛，我还没说短信内容呢。他夸我的另外一个哥们儿，说他比我有上进心，比我注意什么身体锻炼什么一系列，我看了就特别火啊。我没有说夸他哥们儿比他强或者怎么样，是因为他哥们儿那时候说，就是安慰我的时候，就是有说过我很优秀什么的，有时候我男朋友特别好。他说我男朋友特别优秀的时候，我说你也不错，你们都挺好的，这么多年的哥们儿。这个事情，所以说提这个事情我真的很难过。这个事情就是具体的，我可以不提，但是后来的事情却让我越发的就是不能忍受。他的夜间12点之后，经常会有一些莫名电话进来，什么刘总啊、张总，我都不知道这些人是谁，可能是他的客户啊。就这些东西来了短信电话之后，他经常去躲到洗手间。没事，你以为我愿意在洗手间给人打电话一股味儿多，我不愿意在客厅打吗？他特别喜欢看球赛，我给对方讲电话的时候需要一个安静的环境，我怕别人听到特别吵。关键这个东西我就感觉就是2个人就在做一个游戏一样，就像一个中间有根棍子，然后每个人都脖子上都拴着一根绳，他越躲我就越追，这样不断的来追，最后把2个人都绕死了。啊，你明明知道要把2个人绕死，干嘛把那绳子剪了？你非要追呀？因为我毕竟还是比较爱他的，然后在这2年以来，你爱我，你爱那些乱七八糟那些东西。你们说什么呢？真的，因为我跟我男朋友我们在淘宝上喜欢买些东西啊，然后有一次我用的淘宝那个账号，发现那个易买宝贝里边有好多一些望远镜的东西。你买望远镜是干嘛用的？他因为经常有些老总送他回家，他的一些客户们送他回家，我就在他回到楼下的时候，我每次喜欢用望远镜看一眼。我以为他会没事自己关个景什么的，然后对，我从来没想到过是用在我身上。这个完全是由于每次探寻中都有新的秘密发现，我才会这样做。之前有那个手机的那个，就大家都收到那种短信，那个里边会有一张卡，说那个复制对方的电话呀，知道对方那个收到什么消息。然后这个我也提醒一下观众朋友们，就是根本就是骗人，然后被骗了2000多块钱。被骗了啊！我觉得他心理很有问题，我觉得有心理医生的话应该给他看一下。我也不想那样，因为他老给别的女生就是发信息有这种暧昧，他自己的感情生活特别乱，他才会怀疑我。他客户在他们那开会，然后客户又要求他带他女儿参观一下，然后他就给那女生留了电话，然后2个人聊得特别好，然后我就跟那女儿说我是他女朋友怎样的，然后他还让我跟那女生道歉。之前的那些东西确实是我一个客户的女儿。你们别解释了啊！怎么这个爱情走到一定时候就变成了互相的撕咬呢？你累不累啊？我也感觉累，我也觉得很累，但是我只希望2个人之间能够透明一点。我觉得就是我和他之间
我特别愿意保护她，因为我年龄比她大，她接触的客户都是比她年长，她是一个90后的小女孩。我都知道你要说什么了，你就说你要保护人家，怕人上当受骗呗。有那个原因，还有什么原因？还有原因就是调查一下她的其他的问题，我觉得没有安全感啊，没有安全感。你调查出的结论和结果是什么？这没有发现过，就是手机坏了好多，然后我们俩老在抢手机，老在砸手机，而且每次砸的都是我的。如果有人这么对我，我已经疯了。我真的也快疯了。你是怎么坚持下来的？因为他做过很多还让我感动的事情，你知道吗？一直是以前我们之间的美好，然后让我撑到现在。最初的时候，我们两个人真的是很辛苦的。然后我在商场看到的时候，这个戒指我特别喜欢，但那时候我们两个人都没有钱。然后后来我过生日的时候送给我了，我特别幸福，我觉得很开心。后来他朋友还跟我说，我男朋友为了给我买这个戒指，吃了好久的泡面，你知道吗？当时我觉得我特别感动，我觉得有一个这样的男人对我，我觉得这一辈子都值了。我一直是想着他以前的好，但现在我真的有点受不了了，我特别犹豫，我不知道应该怎么办。不是挺好一姑娘吗？你这么对人家，人家还对你恋恋不舍，对吧？现在他不是对我恋恋不舍，他已经提出了和我要分开，所以你今天来想挽回他是吗？对。如果能挽回成了，他回头了，你怎么办？我不会再去有这种行为吧，去见人。但是我也希望他能够克服一下自己那种叛逆的情绪。有一些东西，我觉得情侣之间两个人要想取得互相信任的前提是你双方要相对透明一些。你要求对方所有的东西基本是透明给你的是吧？你都会透明给他吗？对，我会透明给他。我觉得是我们两个之间太透明了，闲得无聊了，整这些破事。除了我的客户、我的朋友、我的姐们，他基本上都见过、都认识、都知道。我的朋友圈现在已经缩得很小了。那你还要求什么呢？我没有其他要求，只是要他比现在更要透明一点。我就再怎么透明啊，这已经很透明了。我只想让他就是打电话不要再背着我，还有就是不要在超过12点之后非工作时间去接那些电话，去回那些短信。你觉得他的这些要求过分吗？他的要求对我来说就不是要求，我一直都这么做的，只是他不认为我是这么做的。问题棘手就棘手在这儿，事件当中的人看不清自己，他们到底怎么了？我们听听老师们的意见，一起进入丘比特问卷。我听他们俩的故事啊，总结了一下，还是太年轻了。我见过很多那个老夫老妻，70、80岁的两口子好着呢，怎么好？一见面就吵，是吧？睁眼就闹。老两口子从年轻吵到年老，俩人拿这个吵闹啊当成健身了，特别的幸福。我们这不是健身，他分明摧害我的心灵，老是健身的。我觉得有2点，我觉得小伙子猜忌的还是有道理的啊。比如说接电话要背着他接，1次2次。如果这个小伙子工作一天，今天特别的辛苦，加了班了，如何？如果你在接电话的时候，你老婆就这么瞅着你，然后让你特别尴尬，她的眼神在告诉你，她想知道打电话这个是男生女生，你还没有聊正事的，直接上来就说谁打来的，到底什么事，怎么回事，什么情况？姑娘，我告诉你，我们两口，这是我爱人啊，我们2口子年轻的时候搞对象的也有这样的过程，猜测很正常。我给你举一个真例子，那天我出去演出回来，我收了好多贺卡，哎呦，老张、老李啊，赵川这个那，完突然有一个葛晴，情感的情，我媳妇正炒菜呢，我说葛晴是谁呀？我媳妇一边炒菜，少装糊涂。哎呦我当时就觉得眼前一片黑暗啊！我说谁呢？后来想了，几乎是想了1个星期啊！我突然间想起来了，这是一个老大爷，跟我父亲、母亲都非常熟的一个。而且我们吃完饭之后，老爷子把我电话，我给这个名片，老爷子把我电话记了。人家元旦的时候给我发了一张名片。后来我跟他说，我说那不是小姑娘，是一个快70的老大爷、老师发的。我媳妇我知道。但是我姑娘，咱话说回来。你应该尽量的在他面前把事情叙说的清清楚楚。那只能说明我男朋友没你聪明，在这个事情发生的时候，他没有像你一样去找我谈，因为他开始怀疑我，所以法官来说，真要拴住人呢，你别拴住手机，别拴住望远镜，真心实意的拴住这个漂亮姑娘的心，比什么都强。对。我先说下小伙子，你爱情上很执着，本来是个优点，但是我觉得你钻了这个怪圈里，你能不能改个思维？你1个月他接任何电话你装没听见，或他在你面前接电话的时候你一到厕所去，你有意不听，
你变一个方法，他可能心里没底了。你现在老是这个方法，你越这样，我就是要背着你。你不问，可能他就开始怀疑你了。他觉得，哎，我男朋友怎么不关注我了？我这个对象怎么是不是有别人了？他可能现在你老关注他，他累死了，他就开始躲你了。那么同样，我说小姑娘，你的性格呢，我是这么认为，你俩必须得改变，一定要从自身做起，不要老要求对方。还有一个就是沟通。不要赌气，我觉得你们一辈子如果想要好，一辈子时间长了，碰到的问题多了，是吧？你赌气，如果这样的话，我劝你们就别好了。太累了，我听了都累。女方没心没肺，男方掏心掏肺，风流多情你还太嫩，哥们儿我才是专家前辈。是说给我听的吗？说给你们俩听的。觉得你说的很过分啊！你是不是想不出来别的词了，只能说这个呀？我知道了，你今天上来是来挑战我的。我有这必要吗？我是为了我男朋友。越是复杂的人，对简单越有特殊的需求；越是自己内心肮脏的人，越喜欢纯净的东西。我这点说的是男方，心里有事儿才会觉得别人也有事儿。刚才男方特意的提到了2个字——透明。两个人之间如果真的透明了，看得清清楚楚了，就一定没有障碍了吗？那不是我关键我要的不是说完全透明，但是你要求的是至少90%的透明，差不多吧，应该在。但现在的结果是，眼前的东西被你看得一清二楚、一览无余，但是没有障碍吗？有一道无形的障碍，他内心里面想什么根本不敢告诉你，你看不到他的心，只看到他在做什么，跟哪些人接触，有用吗？在沟通过程中，我感觉我觉得你跟他根本现在无法沟通，他防备着你。他就越是闪避，我就越想抓住他。所以你不明白，爱情生活当中需要的是2颗心赤裸相对，而不是把自己裹得严严实实，却要求对方一丝不挂。我没有把自己裹得很严实，很显然，你内心有很多事情隐瞒着他呀。他刚才不是说了吗？我突然想跟你道歉了，对不起，刚才我错了。我觉得你现在说的特对。啊？你说什么？他太心直口快了啊！所以涂老师说你没心没肺，说的是对的。来，我想说的是什么呢？夫妻之间就是2个字：忠心为忠，如心为术。夫妻之道，忠术而已。忠所指的是要忠于对方，忠于爱情，忠于自己；术要宽恕对方，包容对方所有的问题，然后积极的去诱导。但是你并没有做到，你那不是爱情，你那是偷窥。老师，因为你没有经受过这种，我没经受什么？不是没有经历过像类似这样的，在一个人他对你10分好的过程中，你完全深陷下去，然后他就慢慢开始躲避你，你会怎么做？他为什么要躲避你？因为他有一些事情，自己的事情啊，他是去躲避我。我看你是纪录片拍多了，纪录片的要求是要实事求是，对，但是你却在通过自己的臆想构筑镜头前的一切。你的镜头捕捉到的只不过是只字片语，或者是某一个动作、某一个画面，但是你却通过这个画面可以想象出很多很多。你不适合当导演呐，你应该做编剧啊！你要抢陆琪老师的活。我的问题是在于什么？就是他，包括他删短信，他为什么要告诉你呢？你能保证你心里所有的事都不藏着他？你能吗？你肚子里面没有一点小999？我听了半天啊，我有一点很搞不懂。为什么要指责这个女孩？她做错什么？什么都没做错。我感觉不是这样的。你觉得她爱你吗？就以前来讲，她是爱我的。你用各种手段制造了一个监狱，把她当成了一个囚犯，结果还希望她能够爱上你，凭什么？她为什么要爱上你？小男人之所以为小男人，他不是人长得小，而是因为心眼小。心眼长得跟芝麻一样，你连自己给自己安全感都做不到，又怎么去给别人安全？我给你一个建议，要把女朋友当人看，而不是当犯人看。爱情不是监狱，而是一种成全。最后给女孩一个建议，一首诗啊：生命诚可贵，爱情价更高。若为自由故，两者皆可抛。我有不一样的看法。问问在场所有的朋友，包括电视机前，从来没看过自己爱人的手机、电话、日记本、信件，从来没在旁边想听过墙根儿，
没有过这种嫉妒心的人，请举手。为什么？嫉妒之心是爱情中必不可少的良药，过分的嫉妒之心才成为毒药。小伙子把良药酿成了毒药。我也看过我爱人的手机，我也怀疑他是不是跟别的男人有过于亲密的交往。看完之后，我也不知道我心里是舒坦了呢，还是更难受。咱俩的不同在于说，我觉得仔细想想，那不是个好事儿，不应该继续下去，我停了，而你停不住。我看到的你所有的这些自我摧残和摧残对方的行为，是因为你对自己没自信，对你们俩的关系没有自信，越没自信，抓得越狠，越抓不住。我特好奇哈，小伙子，你怎么评价他的？就是在你眼里，站在你对面的你的女朋友，你给我们一个评价好不好？她很善良，很单纯，而且她肯为我做很多她以前没有做过的事情，让我很感动。好，接下来你站在一个男人的眼光，你评价一下，在你看来，在这些男人的眼里，她是一个什么样的女人？长得漂亮，可以和她聊聊天啊，比较容易和她搭讪的那种。双刃剑出来了，善良变成了其他男人的美貌，单纯变成了其他的男人容易得手。干嘛要这样呢？如果他那样的话，他不早跑了？他曾经很开朗，然后特别上进，还特别阳光。然后现在我觉得整个人都很陌生，对我来说。好，听到没有？他要的很少，对不对？对。他要的那部分东西，过去你曾经给过，现在你为什么给不了了？下面每人的那1分钟，把心底最想对他说的说给他听。一起进入黄金60秒。你知道我以前有好多次恋情，为什么我不对其他女孩那样，唯独对你这样？我觉得你应该去仔细去思考一下。我也不想这么做。好多时候我希望你能心里去想一想我们以前的很多美好回忆。以前你真的很爱我，现在你也伤害我了，但是你也很痛苦，我比你更难过。我想说，你能过来抱抱我吗？像以前一样。你总说有一天，如果我们还永远兜一圈，还是会回到对方的身边。我恐怕有一天，就算感情没有变，都和你曾经相爱的情侣，因为嫉妒也好，因为不自信也好，一方对一方采取了不信任的过激行为。来，我请我们现场所有的观众朋友拿起你们手里的表决器。如果你的另一半要求你对他全部透明，一点隐私都不藏，你如果不这么去对他的话，他选择的方式是监视你和控制你。那你们的选择是离开这个人，还是继续跟他在一起走？选择离开，请选择支持；选择不离开，请选择反对。来，请选择。好，有61.11%的观众朋友是会坚决离开的。接下来来看看这对年轻朋友自己的选择，一起数5个数，来，5、4、3、2、1，请开门。来吧，小伙子。我总怕有一天，就算感情没有变，我和你是在遇上别人以后遇见。我和你。其实我感觉到现在我感觉自己轻松了一些。我只是觉得有这样一段感情，自己还是感觉挺惋惜的吧。不过我也希望他能够在以后的日子里能过得幸福。谢谢你，秦晖，祝你幸福。